各个科室都有女生小歌唱，一点创意都没有，驳回。那就只能出咱们科的秘密武器了。咱们科有什么秘密武器啊？赖小天啊！啊，只要他往台上一站，都不用考虑节目内容，只要把平时的2发挥到70%，那就是最好的节目，一定火。你要死啊！哎，李梦，你说你唱歌怎么样？要不来个独唱？不行，我不会唱歌。那跳舞呢？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兴趣爱好？爱好啊，看书、学习，给病人看病。一梦啊，这就不是我说你了，你这年纪轻轻的，要让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一点，多培养点兴趣爱好才行啊！哎，王老师，你有点跑神了吧？我这是了解你们的特长，让你们有所发挥。王老师，其实我觉得吧，我们刚来又不了解情况，你给我们说说以前的院庆都有什么节目呗？院庆不是年年有，这好几年前的事了都是。说太多你们也不明白，没用。不堪回首，对吧？说什么呢？不堪回首也是你们程俊老师啊。常老师以前丢过人啊。你了解那么多干嘛呀？赶快想主意。其实我有一个主意，就是怕说出来，得罪人。说。说呀。就是以前表演节目都是女生做主力，这回咱们反着来，一水儿的帅哥，你、常老师、曾主任，再加个外援沈老师，你们4个一起跳四小天鹅，绝对惊爆全场，一鸣惊人。曾主任，那不是老天鹅吗？就你年轻啊，就你年轻啊。对呀，干嘛老让女的出节目呀？你们这些男同胞也应该表现表现。梁小天，你是想搞死我们是吗？王大夫，120来电，男性，60岁，紧急腹痛。王大夫，患者在家突然晕倒，暂时让你做会儿心电图。可疑心电图。大夫，求求你救救我老伴儿吧！我老伴儿在家里突然晕倒了，求求你了，救救他吧！消化内科、肝胆外科2线。好。王老师，消化内科、肝胆外科的2线已经到了。看一下病人情况吧。这病人以前在这住过院，片子刚调过来。根据家属的主诉和以往的病例来看，初步确诊肝硬化。那老爷子把腿屈一下。要不初步按照肝硬化治疗，等所有的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咱们再进一步治疗。沈大夫，你什么意见？主任，这个心电图上啊还是有一些变化的，我需要再看看。老爷子，我是新外的大夫沈清川，您呢能不能告诉我一下，您现在这个部位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就是心脏啊有没有不适感？我也说不上哪儿不舒服，就是胸口闷，心口这一块一紧一紧的难受。我呀给您做个检查。邓主任，病人的综合情况啊还是有一点复杂的，肝硬化引起的腹痛，在家里面呢还晕倒了。那我们现在呢还没有办法诊断这个病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从心血管的角度来说呢，牙痛、腹痛还有后背痛，都有可能是心脏的反射。为了保险起见，我建议做一个急性的 PC 检查。是不是还要抽血做心肌酶的检查？当然要做。王部，你什么意见？沈大夫说做那就做吧。那赶快通知家属。大夫，我老头现在情况怎么样？大妈，咱先不激动，我给你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现在的情况啊。我们担心呢，病人心脏现在会有问题，因为心电图显示会有一点改变，那是有一些症状，所以我们的医生呢建议做一个紧急的 PC 检查。啊，大夫，什么叫 PC？PC 是什么呀？就是检查冠状动脉是不是梗塞。检查冠状动脉有没有梗塞？哎呀，我问你们具体这个操作是怎么操作的？是 B 超啊，还是 CT 啊，还是核磁共振？您问的是这个呀？那具体的操作流程呢，就是在这个病人的手臂上接入一根导管，通过连接的电脑呢扫描这个血管的影像。那如果这个手臂的血管阻塞得很严重的话，就需要在大腿根接入一根导管。啊，那是不是很疼啊？大夫，
你再给我说一遍，你再把每一个步骤都给我说清楚。行，我给你说清楚，您别急啊。就是呢，病人躺在手术台上，我们的医生先给他打麻药，这个时候肯定是有点疼的，但之后呢，就是轻微的感觉，不会很疼，而且这个大脑意识都是清醒的。那如果排查显示说超过70%的血管都阻塞的话，那就需要放支架。那如果不需要放支架，这个检查之后包扎一下就可以了。那这是个手术啊？算是个小手术。这怎么能算小手术呢？我听说做支架很贵，是吗？也很疼。是吗？有点疼，因为这个确定放支架之后呢，这个就需要带一个夹板，那压着血管呢肯定是有点疼，尤其是这麻药劲儿过了之后，这个非常痛苦的情况，时而也会有。哎呀，大夫，你再跟我说一遍，我都晕。哎呦，大妈，您都把我带沟里边去了，您就给我个痛快话，咱做还是不做？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医生建议还是做一个稳妥一点。我看现在老头情况还可以呀，他还能说话，要不再等等，我跟我儿子再商量商量，好吗？你儿子现在就打电话吧，实在不成的话，我跟他说也行，行不行？我刚给他打完电话，他正在开会呢。他是一个大公司的副总，平时特别忙。那好吧，我再给他打个电话。那现在打，现在打。什么情况？弹个 PC 怎么弹那么久啊？妈，我这会还没开完呢，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行吗？儿子，我不管你开会不开会，你爸病了，在医院急救室呢。大夫说让做检查，说是心脏的事儿，好像指标也不太好，说让做什么 PC 是 CP 什么的。什么检查呀？什么大夫说的？大夫你什么职称啊？我，急诊科住院总医师。哦，他说他是急诊科住院的总医师。总医师是什么呀？哦，住院总啊，那就是住院医生了。妈，您甭顶他的啊，等我忙完了，我给几个大夫打电话，我认识好几个专家呢。哎呀，不行啊，儿子，你爸在急诊呢，刚才他在家里边肚子疼，就给晕倒了，是急救车把他给送了。妈，那大夫在吗？啊，我问问他。大夫，他让我跟你说话。哎，你好，我是西华医院急诊科住院总王博。你好，大夫。那个，哎，我爸不是肚子疼吗？我知道他肝不太好，为什么要检查心脏呢？情况是这样的，刚才您父亲呢在家里面晕倒了，在急救车上呢也做了除颤，那现在是心电图显示有变化，应该是有一些症状，我们也安排了抽血呢做心肌酶检查，但这个心肌酶检查呢要2个小时以后才出结果，所以我们的专科医生强烈建议做一个紧急的 PC。那你们的这个检查要怎么做呢？就是在手臂上接入一根导管，然后看一看冠状动脉是不是阻塞，如果阻塞了，那就需要下支架；没阻塞呢，就没有任何问题。那你们那儿有没有别的大夫啊？有，我们这儿还有其他的专科医生。我是住院总，负责联络家属、联络会诊。如果病人在这期间有什么紧急情况的话，我会紧急联络各科室的专家主任进行会诊。这个环节上你不用太担心。那您说的这造影做完了以后，要多长时间才能恢复啊？如果是在手臂上的话，那可能恢复时间会快一些，4个小时左右。如果说是因为这个手臂上有这个阻塞结的话，那需要在大腿根做，那时间就长了，可能要12个小时，而且病人会比较难受，需要家属和护工的这个陪同照顾。那要放了支架呢？放了支架的话，病患的这个不能移动的时间要增倍了。那个大夫，这个我妈身体也不好，她也照顾不了我爸，我这2天实在是太忙了。我们有个国际招标，要不再等会儿啊？哎，你刚才不是说我爸已经抽了血，做了心肌酶吗？要不等心肌酶的化验结果出来，我想也不差这一会儿吧。这心肌酶结果呢，要2个小时才能出，你可要想清楚，这期间如果出现任何差错的话，这人说不行就不行。啊2个小时是吧？行吧，那我现在赶过去，你们等我一会儿，好吧？我马上就到啊。那行，一会儿见吧。王博，一个电话怎么那么长时间？病人的情况随时都会有变化，家属怎么说？
老先生的儿子说要等心肌没结果，说一切决定等他来了医院之后再说。王大夫，女性，60岁，主诉胸口疼痛，自行进入。你先盯一下，我去接诊。有家属陪同，您赶快过来看一下。多少？他们在那儿。啊。大夫。你好，阿姨，怎么了？大夫，我胸口疼，我胸口疼的厉害，疼了有多久？我妈都疼了半个多小时了。阿姨，怎么个疼？从胸口往肩膀、胳膊上串着疼，我很疼啊，大夫。停车。慢点，阿姨。慢点。忍一下，躺好就好。慢点。您好，请问您看什么病？不知道主任。您找我们哪个主任啊？您看什么病啊？先挂个号吧。张娟儿，怎么又是你啊？你怎么又来了？你来干什么？我找主任，我头疼，我颅骨骨折，你们没给我治好，我现在头特别的疼，我现在要看病。今儿人这么多，医生也都挺忙的，要不你改天再来。不能改天，就今天，马上就要治病。大夫，怎么样？我妈没事吧？有事，我去叫个人。田护士，心电监测、吸氧、输液。石大夫，这边情况怎么样？外边又来了一个。这是广泛前面新建公司的人呢，赶快推进来！大夫，我老婆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不能再耽误了，你赶快催你儿子快点来。哎，张军，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啊，哎，你没看今儿这急诊室这么多人呢，这么忙。你能不能别老跟着我？你信不信我把这给砸了？哎，程大夫，你看这人，张军他又来了。怎么了？这哪儿不好啊？啊？头疼，老毛病。张军，你看啊，你这个毛病呢，最好是改天呀去找我们的医务处或者办公室。你这毛病啊，我们现在真是治不了啊。你们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把我推来推去，你信不信哪天我做出一些让你们后悔的事情来？哎，张军，你别这么说话，要不然这样，你过来，我给你做个脑电图看一下，然后再给你开点药，行不行？怎么了，林护士长？就是你，吃坏了我，饶不了你！过来，张军，冷静，有什么事跟我说行不行？跟我说好不好？啊，跟你说，哎，没什么事了，忙去吧啊！走，去我办公室，去我办公室聊，到办公室聊，好不好？好了啊。什么情况？哎呀，这样来好几回了，神经病。程军啊，哎，这个呢是你的处方，拿着这呢去交钱拿药就行了啊。哎，凭什么我取药啊？凭什么我取药？你们把我治坏了，你知不知道？你得对我负责，我要住院，我要住院！你先别喊，我外边还有病人呢，好吗？我也是病人，我现在就要住院，我不管，怎么着吧？不是，什么不是？怎么着？不是，怎么着？听我跟你说，说什么说？不是你说怎么了？不要。张娟，你别激动，你听我说，有什么事儿你去医务处，有什么话你跟他们说。我们这是急诊，他们让我们怎么做我们怎么做。什么怎么做？我跟你们说清楚，特别是你说清楚。今天你要是不给我说清楚，我绝对不会走的。哎，干什么？快过来！干什么？干什么？放手！放手！放手！干嘛？又是你，你来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来找回我的公道。公道，走吧。将军，有什么事情你到我办公室，我跟你谈谈，好吗？哎，你把它放开，这儿没你的事。走。张军，到我办公室来，我们俩好好谈谈，好吗？张娟，主任让你去，你就去吧。走吧。
张军啊，张军，你这事儿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是吧？哎，你慢点喝，慢点喝。几个月前，你因为喝酒从那么高的楼梯下滚下来，造成颅骨骨折，情况相当严重。我们尽全力把你抢救过来了，那后遗症肯定有。我希望呢，你能明确认识这个事情。我以前没病的时候，能吃能睡的，特别好。你们给我治完之后，我吃不下睡不着，头特别疼。我拿着我的片子到别的医院去问，他们都不肯告诉我实情。你们今天必须把问题给我解决。张军，你出院以后回来好几次了，我们给你做脑 CT 至少做了3次，没有发现器质性的病变，各项指标都正常。这个头疼啊，有各种情况，甚至有主观疼痛。不是你凭什么说我头不疼呢？这是我的头，我不知道吗？我就是疼，我就是疼，我就是疼。你必须解决。我疼啊！别说话，您现在不能说话啊！深呼吸，吸氧。12先生在普快抢救病人，一会儿才能过来。叫曾主任来商量一下抢救方案。深呼吸，深呼吸。哎，程俊，去帮我叫一下曾主任，这边病人情况不太好，需要会诊。曾主任被一个患者给缠住了，就那张军又来了。哎，这儿曾主任，能赶快来。好。病人情况不好。石山，出战衣。好。肾上腺素1毫克静脉注注。王医生，跟病人家属交代情况，病人是反复的室颤，情况非常严重，我们要进行心肺复苏，告诉他们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会朝最好的方向努力。病人正在抢救，咱出去说啊，出去说。兄弟。李楚，放电。兄弟，李楚，放电。服掉了。进来。主任，程老师，请您去一下，有一个心梗患者的第2抢救室。好，我马上过去。你别走，事儿还没解决呢。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一会儿我就回来。不行，你必须把问题给我解决了，你才能走。你事儿得说清楚。周冲啊，哎，去药房给张军先生拿点药。钱得你付。好，我知道了。你好，跟我走吧。扶我起来。这位家属，您先平静地听我说。现在患者是反复室颤，我们正在复苏，希望你最好能做好准备。大夫，我妈才60多岁，身体一直挺好的，怎么会这样？说这些都没用，我们只说抢救方案。现在呢，是心电图显示的状况非常不好。通常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有2种处置方式：一呢，药物溶栓；2，在手臂上接入一根导管，到达冠状动脉，看有没有阻塞。有阻塞的话，马上做支架。大夫，你别跟我说这个，我什么都听不懂。还有，你还有其他亲属吗？有的话，尽快联系他们，马上到医院。我妈就有一个女儿，我爸爸已经过世了。你先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我进去看一下。哎，陈大夫来的正好，进去看一下。天哪，这出
出什么大事儿了，太可怕了。啊，这个病人呢是反复的试颤，已经电击过了。我们现在呢要定一下是溶栓还是介入。这是他的心电图，你看一看。心肌酶抽了吗？人一进来几分钟就这样了，还没来得及抽。这个病人反复试颤，情况很不稳定，我建议马上溶栓。跟我的想法一样。程俊，你有什么看法？我同意。王医生呢？我倒没什么意见，但是不是应该先等曾主任来了再说？情况紧急，先跟家属谈吧。溶栓。你来一下。我们心内二线的大夫建议做溶栓，你有什么意见吗？我真的什么都不懂，只求求你们能救救我妈，你们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别哭了，那我们就组织溶栓了。沈大夫，等一下，你呢，刚从国外回来，有些情况呢不是特别了解，有些病人家属呢特别麻烦。我最怕听到的就是家属说我都听你们大夫的，这救过来还行，救不过来的话特别麻烦。所以啊，你还是再跟家属好好确认一下吧。大夫又怎么了？我妈是不是又不行了？小姑娘，你冷静一点，情绪不能崩溃，不能崩溃。你看着我，你今年多大了？我28岁。你是大学生吧？我研究生毕业。你现在的情绪呢，非常的不冷静，这样对你抢救母亲啊是非常不利的。你能够克制一点吗？那好，那我现在呢，就来认真的跟你谈一下你母亲的处置。你母亲的情况啊很严重，她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已经发生了好几次的失产。失产你明白吗？就是说她的心脏呢已经停止跳动好几次了。那么你刚才呢已经跟我说了，说一切都听医生的，但是我不知道你这话里面有多少理智的成分，所以我必须要告诉你。第一点呢，就是情况很严重，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第二点，就是对于危重病人的治疗措施还有创伤检查。溶栓还有介入，它都是有风险的。无论你选哪个不选哪个，它都有风险。而且你呢，还要考虑经济方面的因素。那我们医生现在给你的建议呢，给你母亲做溶栓，效果会好一点。但是你要知道，在溶栓的过程当中，这个人呢，可能就不行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大夫，我明白。你的意思是说，我妈的身体本来就已经很糟糕了，但是治疗起效果需要时间。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妈有可能会过世。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你理解得很正确。大夫，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我什么都听你的，大夫。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这里面呢，躺的是我的家人，我的母亲躺在里面，我就会同意溶栓。大夫，我明白你说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听您的了。求你们把我妈救活吧，求求你了！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最大的能力，但是我真的不能保证一定可以把人救活。大夫，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放手治吧，花多少钱我都愿意，求求你了，求求你们了。红妈，麻烦您去给我签一份溶栓知情同意书。这个你必须得签，你要是不签的话，我没有办法做。行，我签。这边好。大夫，谢谢。赶快去。谢谢你啊。小沈。心内二线的大夫建议溶栓，家属已经同意了。好，陈医生，家属已经同意了，可以溶栓了。那就赶快准备吧。室颤，除颤，杨护士，充电，临床，放电。你可不能就这么走
让一下。充电。离床，放电。妈，醒醒！把家属带出去。你让我先出去，你先出去一下。让我看着我。 充电，离床，放电，腹跳了，心率每分钟80，血压80/50，升压药泵入。血压上来了，90/60。张主任，情况还可以，可以溶栓了。马上开始溶栓，要密切监控，一定想办法把人给救过来。大夫，我妈怎么样？是不是没事了？已经开始溶栓了。 谢谢，谢谢你，大夫，真的谢谢你，主任。老太太啊，儿子怎么说呀？啊，我再给我儿子打个电话，我看他忙完了没有。怎么回事？还不做决断？儿子，你忙完了没有？你赶快过来呀！啊，哦，快到门口了，赶快做决断，不能再拖了。啊，妈，我进来了，你们在哪儿啊？2号抢救室。哦，刘总是不是那个？妈，儿子，你可来了！我爸呢？怎么样了？他在那儿打点滴呢。陈大夫，刘先生儿子来了。爸，爸，来了，儿子。爸，怎么样了？刘先生，这位呢是我们心外的陈大夫，这位是心电2线陈大夫，正好2位大夫都在。您父亲的情况呢，该做的检查都做了。您看这个紧急的 PC 是不是马上也给做了？我刚才在路上查了一下，做 PC 好像也是有一定风险。万一我爸不是心脏问题，我不想让他受这个罪。哎，不是说做了心肌酶了吗？结果出来了吗1个小时以后出。哦，对不起。不好意思，刘先生，不能接电话，干扰仪器。爸，我接个电话。喂，高总，我刚赶到医院，这边的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呢，估计得1个小时。啊？今天就开标？不是，那我肯定赶不过去啊！我爸这是抢救呢。儿子，这会儿你不能走了。没事没事，啊。行吧，我现在就赶回去，你们等我到了再开标啊。妈，我那边有点急事儿，必须马上赶回去。我估计也就1个小时，到时候爸的心肌酶结果也就出来了。儿子，你不能走啊！我一个人在这可不行。刚才我看见他们大夫抢救来着，可吓人了。妈，别害怕，爸不会有事儿的啊。我来回也就1个小时，肯定能赶上的。那个大夫，我那儿出了点情况，我去一下，马上就回来。这儿麻烦你费心了，好吗？谢谢啊，妈，我走了啊。刘先生，您既然来了啊，您既然来了，能不能先不走？哪怕您先做个决定。大夫，一切等心肌酶结果出来再说，好吗？王老师，你们在这儿啊？前面特别乱。那我去前面看一下，你替我盯一下刘老先生的心肌酶检测结果，1个小时以后出。好，放心吧。哎，大夫，你也这么走了？大妈，您老伴现在的情况呢，其实挺平稳的，您别太担心。关键是您儿子也不做决定，我在这儿守着也没用，你说对吧？老师，老师，我想问一下，刘旭光的心肌酶报告出来了吗？还没出来呢，出来会叫你的。老师，你能不能帮我催一下啊？催有什么用？心肌酶就要2个小时。可是还有5分钟。哎，老师，哎。
出来了，是阳性。辛金梅的检测结果出来了，阳性。大夫，这辛金梅阳性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心肌有梗塞，赶快做支架。那可不行，这事可太大了，我可做不了主。我还是跟我儿子商量一下。那你赶快打个电话。好。无法接通，可能信号不好，您再打。好。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几点了？4点20。哎，儿子，你现在到哪儿了？你爸的心肌酶结果出来了，是阳性。阳性？妈，我刚才在电梯里呢，刚出来，现在正在去的路上呢。您说我爸是阳性是吗？对，是阳性。大夫说让赶快做支架，你赶快过来吧。这样吧，妈，能不能等我一下？我现在已经在路上了，最多20分钟就到了。大夫，我儿子说他20分钟就能赶到，再等会儿吧。等是可以等，但是尽量别再耽误了。实在不行，您让我跟您儿子再说2句。好，儿子，大夫要跟你说2句。喂，你好，我是住院总王博。你好，王大夫，我爸的情况我大致了解了。那你就应该知道，越早做支架的话，风险就越小，所以我希望你尽快做个决定。王大夫，我刚才在网上搜了一下，您说的这个支架手术好像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再灌注损伤是不是很严重？其实这个手术呢已经相当的成熟。那说到手术风险，其实任何的外科手术都有风险，这个支架手术也一样，再灌注损伤一定会有。一般说来呢，其实问题不大。王大夫，要不这样吧，我呢正在去医院的路上，我认识几个心脏病方面的专家，我想给他们打个电话咨询一下。要不这样，等我到了医院，咱们再做决定，行吗？可是这个时间紧迫，你这……喂？我儿子怎么说？让咱们再等等。那就再等等吧。大妈，您真得想清楚，您老伴现在的情况非常不乐观，对他来说每1分钟都很宝贵，所以我建议咱把支架做了。哎呦，那可不行，我儿子已经说话了，那就得等。您再打电话问一问。哎，王总，我是刘进。哎，你好，你好。是这样啊，我记得你有一个亲戚，好像是心脏方面的专家，是吧？啊，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那个，我有件事儿想跟他咨询一下。你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您儿子说认识几个大专家，就是我。病人情况加重。带我看一下。刘先生，您怎么样？我胸闷，哎呀，心里不舒服啊。刘先生，您的心肌酶检测结果呢是阳性，我们强烈建议马上做个支架。但您儿子说了，必须等他来了医院之后再做决定。您怎么看啊？那我儿子让等，就等他呗。我们家的事儿都是他做主。哦，这样吧，我就打电话预约导管室。这都5点40了，没准下班了，有问题叫我啊。好。喂，导管室吗？我急诊王博，我这边有一位心肌酶阳性的患者要做导管，但是患者还没有签字，应该马上到医院了。你们准备一下。啊？现在才做啊？怎么不早说啊？他们刚走不到10分钟。打电话叫他回来，患者情况很不乐观，谢谢。大夫，大夫，我儿子怎么还没到？还没联系上？是，一直在线。哎，我儿子电话。哎，儿子，你刚才跟谁打电话呢？怎么占线那么长时间呢？妈，我现在堵在路上了。我刚才给安贞和协和医院的几个专家打过电话了，他们说我爸这种情况，因为没看到病人，很难判断。要不实在不行，干脆给我爸转院得了。怎么转呢？你不说堵车吗？是。那你们再等我一会儿啊，我再打几个电话问问情况，回头给你消息好吗？儿子，你就别问了，大夫就在我跟前站着呢。他刚打完电话，说其他科室的好几个大夫都下班了。行了，妈，您别急，我马上就到啊。这么堵，咱就别在这耗着了，能不能走别的路啊？
好。这不还在堵车？我心肌酶检查结果出来了吗？出来了，阳性。安排手术了吗？家属儿子问了东家问西家的，但正往这儿赶，没法安排。不过我让导管室做准备。那就这么等着。不签字我有办法吗？真的，王大夫，病人情况加重。大爷，手不能动啊，打着针呢，大爷。王静，你现在什么感觉？我兄们，我喘不过气来。沈大夫，病人情况不太好3回合吗啡静脉推注，不能再等了，必须赶快处置，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儿子刚才来电话说马上就到，再等一会儿吧。啊，王医生，你来一下。王医生，这样不行，必须马上做手术。家属还没确认呢，导管科的大夫还在路上。你赶快问问他们到哪儿了。你好，我是导管室严平。喂，严大夫，你们大夫到哪儿了？稍等，我帮你问一下，马上回复你啊。啊。老人家，不能再拖了，赶快处置吧。好，我赶快给我儿子再打个电话。好，占线，要不再等会儿吧，他一会儿会打过来的。喂，王大夫，我是导管室严平，导管室的3个大夫都在往回赶，外面堵车堵得厉害。今天是星期五，麻烦您再催一下好吧？应该没走多远吧？我催了，告诉他们了，可是今天是周五，下班路上车多，说是2环路上已经堵了3、4公里了。再催，无论如何快一点。哎，好。怎么说？今天周五全塞路上了。儿子电话，儿子，你现在到哪儿了？妈，我还堵在路上呢。儿子，要不就听大夫的，给你爸做了吧？啊！我正在问几个专家，有一个正在做手术，说一会儿给我回话。儿子，我求求你了，你快点吧！你爸快不行了，他现在已经1炸了。行行，我知道了，别着急啊，我马上到医院门口了啊，再等会儿，好吧？我儿子他快到医院门口了。你让你儿子赶快下车，跑过来，不能再等了。啊！快啊！啊，儿子，你赶快下车，跑不过来。王伯，给导管室打电话，让导管室的大夫无论在哪儿，把车扔下跑过来。现在走都比开车快。病人的情况越来越糟了。能听见我说话吗？能听见我说话吗？啊！你再坚持一会儿，你儿子马上就来，马上就来。老伴儿，我从这跑过去，你慢慢开吧啊。刘总。快到医院门口了，别急别急，马上就到啊！妈，儿子，你可算来了，快！心肌酶结果阳性，赶快做支架吧。刘先生，刘先生，你别再犹豫了，赶快签字吧。你父亲现在情况越来越糟糕了。那这个，喂，王大夫，导管室的医生回来了2个，赶快把人送过来吧。这个导管室的医生回来了，可以把病人推过去。啊，行吧。那现在要我做什么？签手术同意书，你给我过来一下，给家听话。说仔细点啊。是，同意并感受。方老师，病人出现了室颤。儿子，什么叫室颤呢？出战营，把那病人移出。离床，放病。同志，离床，放电。2万克肾上腺素静脉推注，可以找一下曾主任和其他大夫。马上就给你做手术。
大夫，你们怎么停了啊？为什么停啊？为什么停啊？刘先生，我们已经抢救1个小时了，做了3次电除颤，1个小时胸外按压和4次肾上腺素推注，我们真的尽力了。是啊。老伴儿，爸，老伴儿，你怎么走了？3点钟进来，7点钟还没手术啊，4个小时啊！这还是在医院里头，人就没了，你们太过分了！这个结果我不能接受，这个结果我不能接受，这个结果我绝对不能接受！你们必须给我一个解释！刘先生，您先冷静一点。我怎么冷静？我怎么冷静？你们说啊！我的父亲在你们医院死的，你们必须给我负责！刘先生，这种情况我们也不想，但如果你早点做决定的话，我们早就给刘老先生做手术了。虽然不能保证手术100%成功，但是救回来的希望特别大。有你这个医生吗？啊！病人死了，你别动手，别动手！刘先生，后续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你父亲的遗体呢？现在只需要处理的，手术室要消毒，还有您的母亲，她的情绪需要疏导。我希望你可以冷静。冷静点。儿子，你爸走了，我没老伴儿。妈，你太难过。我呀，刘先生，刘先生，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有什么话我们可以慢慢谈，但是现在不是理论的时候。先把老爷子安顿好，然后把老太太安顿好。我向你保证，有什么问题我们坐下来慢慢谈。曾主任，问题不在咱们，不是咱们耽误的时间。你说什么呢你？哎，刘先生，你再说这些，你有本事你冷静！我告诉你，刘先生，你冷静一点，先把老爷子遗体给处理好，好吗？冷静点，你就少说2句啊！都到医院了，你还是走了。喂，王大夫，你把病人推过来吧，大夫都在等呢。病人突发室诊，救回来。什么都别说，我自己带路。怎么搞的？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啊？你们3个什么情况？没事干了？那么多病人等着照顾，出去！常规的心梗病人心电图一出就能确诊，通知各部门准备，最多有半个小时。我问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出现的问题？是不是？您说的都对。下午3点送了，7点做决定，4个小时确实时间很长。可病人送来的时候您在场，什么情况不用我多说了吧？我当时是要给病人做一个紧急 PC， 可是病人家属不同意。啊，人老太太说要等儿子消息，儿子又在开会，好不容易儿子来了，又要等辛吉梅，这一等就是2小时。辛吉梅结果没出来，这儿子有急事又走了。回来的路上又说要等什么专家的这种意见，还赶上塞车了。真等着回来做决定的时候，病人突发室颤，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处置不当啊，责任他就是在家属。你倒把自己推得挺干净啊！王博，你又不是第1天干急诊，你是住院总，住院总是干什么的？首先，你得了解病人的病情发展，你得了解家属的心态。你谈个 PC 谈了那么长时间谈不下来，你就有责任。家属死活不同意，你让我怎么办啊？心梗已经确诊了，是不是已经确诊了？有什么不好谈的？你就跟家属说，如果要做，有8成活下来的机会；不做，8成活不下来。你就这么直截了当告诉家属，家属有什么可犹豫的？这话你跟家属说了没有？还有2成呢，还有2成呢。曾主任，您不了解情况。我给他儿子打电话，我说我是住院总，人干脆人不搭理我。人家说了，人认识什么大专家啊，非要问清楚之后再做决定是不是做手术。
碰上这种家属，你让我怎么办？我敢跟他说做了8成活2成死，不做8成死2成活这种话吗？我真说了，病人死了，人还不跟咱医院闹腾啊？你说什么呢你？你是医生，是住院总，你面对病人想的不是治病救人，你满脑想的是逃避责任。我没想逃避责任，我说的都实话。病人死亡是很多客观原因造成的，不能把责任全推给医生。作为住院总，该走的流程我都走了，该做的准备做了，该做的决定我也做了，这就是阴差阳错。哎，同样的情况，下午送过来一老太太，啊，心梗反复室颤，人沈大夫跟家属沟通了，人家属同意溶栓，人老太太救回来了。好你个王博，你一口一个跟我说要客观。那好，我问你，那个室颤的老太太，溶栓救过来那个老太太，谁去跟她谈的？沈大夫。是啊，那沈大夫为什么能谈下来，你谈不下来？沈大夫是怎么谈的？我问你话呢。沈金川，你是怎么谈的？程军，你当时也在场，你说，你别给我耍滑头，你不说出个1、2、3来，你看我怎么收拾你。那我就说说当时的情况。这病人家属啊是个27、8岁的姑娘，一直在哭。沈大夫呢就劝她呢赶紧同意手术，不然的话呢病人的生命会受到危险。这病人家属呢有点犹豫，沈大夫就给对方呢掰开了揉碎了讲道理。这病人家属呢很配合，就同意签字手术了，人呢就回来了。沈大夫做得很好。但是要是换个人吧，因为这人跟人不一样哈，这沈大夫的话呢，他就不适用于他。你别帮王博找吧了。曾主任，我能说几句吗？你说吧。我是初来乍到，很多事情呢我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真的非常理解王医生的这种压力和担忧。的确，现在有很多的病人家属一直都认为，只要把病人送到了医院，交到我们医生手里，不管他是什么病，都可以治好。这嘴上呢也老是说，都听医生的，只要能把人救活就行。但是这句话它本身就有问题，因为有时候听医生的人也不一定能救活，所以谨慎没有错。今天病人一走，病人家属的老伴喊出来的第一句话，头脑很清楚，说我们是3点钟来的医院，7点钟才给我们做手术，4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在这儿。还有病人家属的儿子，真的是非常不好打交道。这些我都看到了。哼，就这么回事儿。关键就是病人家属不配合呀。还有曾主任，您刚才跟病人家属说的话也有问题。什么叫有什么问题可以坐下来聊啊？这不等于暗示他们好像我们做错了什么似的吗？那我怎么说？我跟他们说，病人是因为你们的拖延和犹豫而死，医院没有任何责任。对啊，就这么说呢。好，你觉得自己有道理哈，你就这么死扛吧。不过我提醒你，你要有个心理准备，这件事情处理起来绝对不会那么简单。现在病人家属很激动，不会马上有结论。我说一下我的态度，就事论事，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改正错误，1是1，2是2。我提醒你们大家思考一个问题：现在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我们有什么办法去突破它？我们怎么能成为一个好医生？王博，你这2天先停职，由程俊接替住院总工作。凭什么呀？你这么做不等于我做错了吗？程俊啊，一会儿把今天的抢救病历和接诊记录整理好，明天一早送到我办公室。还有，今天开会的内容，散会后相互之间不要议论，道理你们都懂的。散会。歇会儿去。什么意思啊？我现在在这站着都不成是吧？不是他看什么呀？
别以为你们没这种时候。行了，少说几句啊！现在不够冷静，回去歇会儿。我凭什么？凭什么听我说？哎呦，我没做错什么，我问心无愧。行了，歇会儿。别看。景琛，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人都已经死了，还能说什么？我老是觉得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你们3个进来整理一下病历。欧阳老师，这是刘希光老先生的 CT 片子，还有他的心肌酶化验单。病历呢？抢救记录呢？病历还没来及写，抢救记录也还没做，人刚送走，什么都没来及弄了。邹雨梦，病历、抢救记录赶紧整理一下，交给沈大夫。这样吧，今天大家辛苦一点，晚上加个班，没准明天一早病人家属就会过来拿材料。好，这么快就来啦？哟，怎么还有穿制服的呀？不会是公证处的吧？你叫什么来着？我是新外的沈清川。正好，你们都在。这位是我聘请的律师，那2位是公证处的同志。我现在要求把我父亲的病历和抢救记录全部封存。刘先生，不好意思啊，今天接诊的病人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情况紧急，所以材料我们还在整理当中。等明天一早材料整理完，会全部交给您。不行，你们现在马上整理，我们等着。那这样吧，我们还在工作，你们先去医务处，材料整理完，我们也是要等主任签字的。我们一走，你们就可以随意编造病历了，是吧？刘先生，您这话不能这么说。刚才您一直都在，从接诊到现在，我们也没闲着过。我们有自己的工作程序，你们别想多了。行，那你们就抓紧写。不过我告诉你们，不要想做什么手脚。整个过程我母亲都在场，我们还会找参加抢救的医生一个个核实。这件事情不搞清楚，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程老师，这个抢救报告应该怎么写呀？您看看我这样写行吗？患者肝硬化晕厥入院，车上已除颤，心电图显示异常 ，PC 检查遇阻，心肌酶检测呈阳性，期间突发室颤。这么写是不是简单了点？这么写呢是简单了点，可你说不这么写又能怎么写呢？把整个抢救过程 PC 检查谈不下来，病人家属一再要求要等心肌酶的结果，儿子来了又走了，这些都写进去。如果真这么写的话，一听就是在谴责病人家属。就是啊，以前写病案病历、抢救记录，老师也都说不好，可是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抢救记录啊，怎么觉得那么委屈呢？沈大夫，要不给曾主任打个电话？这个报告啊，的确是挺难写的。咱们在这儿写病历、写病案，那家属就在那儿等着看着，把咱们当什么人了？程军，这样吧，就按邹雨梦原来说的，以前怎么写，现在还怎么写。邹雨梦她说的有道理，我们是医生，扯那么多没用的干什么？成，那就这么写。邹雨梦，你把时间、抢救过程、用药都写进去。PC 检查受阻，3次除颤，4次静脉推注，1个小时的心外按压，这些技术要点一个别落，都写进去，明白吗？明白了。刘总，要不您先回吧，这儿有和张律师在就够了。他们不是说明天早晨才给我们病历吗？
再一个，家里呢还有很多事儿呢，老太太更需要人陪，你就回吧。我妈那儿我姐陪着呢。张律师，要不你们也先回吧。我爸现在还在太平间躺着呢，我想留下来多陪陪他。辛苦了。那好，我先回去了。沈大夫，就这样，明天一早交给曾主任，让他看一下。对了，让王博、王医生也要看一下。好，知道了。沈老师，不知道这王博呀会怎么想。这个伤仔细看着点吧，别出什么问题。大夫，挺好的，情况明显好转了。是啊，已经好多了，真的是谢谢你们。哎呀，我今天真的是谢天谢地听了沈大夫的话，要不然我妈……可不是嘛，今天多亏了沈大夫。大夫，今天下午真的是太惊险了，我现在想想，这心里都后怕。就后来那老先生，我都看见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才好。要谢就谢你自己吧。另外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啊。你母亲呢，现在不算是真正的脱离危险，因为真正的病因还没有完全的解除。明天是周6，最迟到周1。如果情况稳定的话，会送到心内做进一步的治疗。啊，可能还需要手术。什么？我妈还需要手术？对，心梗病人呢，在24小时之内都非常危险。像恶性心律失常、心脏破裂、心衰等等并发症，在7天之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呢，你母亲现在还算是在鬼门关的关口，接下来的治疗非常复杂，可能还会遇到一些危险，所以就需要病人家属我们医生一起一关一关的过。等这些关都过去了，才能彻底的放心。明白了，大夫，我听明白了，真的是谢谢你。刘先生，这个地方外人不能停留，麻烦您离开。刘先生，陈大夫，能借一步说话吗？放心，我不会伤害你，就想问你几句话。可以。哎，我没叫你啊。金川，你小心一点。别担心。你不用害怕，我不会伤害你。我只是想知道一下，你跟我说句实话，我父亲的病真的有那么严重吗？我不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是想问你父亲本来病的就很重，还是说他送到医院来的时候情况有多严重？沈大夫，我觉得你这个人脑子还挺清楚。我就是想听你一句实话，我父亲刚来的时候，到底是个什么状况？我当时不在场，我母亲又说不清楚。你不要误会啊，我不想闹事儿，我就是想把事情搞清楚。那我明白了。您父亲呢，从到医院之后啊，我就接受过，家属啊是怠速，说是腹痛，在家里面呢还晕倒了。在急救车上呢，我们的医护人员给你父亲量了血压，还做了心电图。这个心电图啊，是急诊入院时候一个常规的检查，目的啊是让我们医生啊能够了解这个病人的生理指标。您父亲的这个心电图它是有变化的，从心脏病的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有症状的。考虑到您的父亲啊有肝硬化的既往病史，所以这些症状不足以让大夫
按照心梗的紧急状况去帮他处置，而只是要往肝硬化的方面去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接着说。那后来呢？那么，作为心脏专科的医生，他的心电图上已经有可疑了，综合的情况又比较复杂，我们就会诊。会诊之后呢，我就建议做一个紧急的 PC 检查。你们不是说手术吗？是。我们住院总去谈的时候啊，说的是检查，但实际上啊，它是一个治疗和检查同步展开的一种手段。您呢，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手术。我们的目的呢，是要紧急的去探查这个病人的血管啊有没有发生堵塞，有没有心梗的现象。如果说有，我们必须马上的做介入，做溶栓；如果说没有的话，就可以排除了。这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那个 PC 为什么没做呢？这就要问您和您的母亲了。坦率的说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您的母亲呢一直在问，这个手术到底疼不疼？这个手术到底是怎么操作的？那我们的住院总呢就给您母亲详细的解释，说呢是有一根导管从这个手臂啊深入进去，到达冠状动脉。如果说你不做介入的话，疼痛呢只有一点点；如果说继续做的话，疼痛呢就会加剧。假如说这个病人这个手臂在做介入的时候呢发生了堵塞，我们医生呢就会选择从病人的大腿根儿来做这个介入，那么疼痛啊就会更严重一些了。不是，扯这些干什么呀？不是要先确定是不是心梗吗？问题啊就出在这儿。如果由我来判断呢，整个谈话就是从这个地方转的弯儿。我们呢是要争取家属的同意做紧急的探查，而家属呢一直在问这个手术到底疼不疼。那可能啊是您的母亲跟您父亲感情很深，很介意他的这个感受，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就产生了纠结。后来您的母亲就拿不定主意了，就说要找儿子，也就是给您打电话。然后我们的住院总呢回来跟我说您在电话里呢要咨询几位心脏病专家的意见，讨论一下下支架的情况，而且还要等心肌酶检测的结果。这个心肌酶检测的结果要2个小时。您父亲是3点钟来的医院，等心肌酶检测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再去约导管室，再去找心内2线的大夫。今天呢又是周5晚高峰，所有的事情就都衔接不上。您居然来了一趟又走了。照你这么说，这一切都赖我是吧？啊，是我把我父亲给耽误了。我就是一混蛋，就是一王八蛋，我就是希望我父亲死。刘先生，我们呢是在就事论事讨论这个问题，您不要这么情绪化。一塌糊涂，不可理喻。你们这个住院总是干什么吃的啊？你明明知道老太太喜欢纠缠细节，跟她说那么多干什么？你直接告诉她，做有可能活，不做就得死，不就完了吗？没错，刘先生，您说的很对。刚刚呢，开会的时候，我们的主任也是这么说的。可是现在我们是知道了，您的父亲是因为心梗去世的，而且我们现在手里面有一个明确的检测报告，就是心肌酶的检测是呈阳性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回过头去检讨，说当初为什么没有坚持做这个 PC 检查。这个教训确实是太沉重。可是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呢，您母亲从态度上是反对做这个检查的，而您呢，在电话里也一再的强调，要等您来了以后再说，要等心肌酶检测的结果。您应该不会否认这一点。别说了，别说了，我就是个窝囊废，我他妈都窝囊死了，我就是个不孝子。我让我父亲在医院里白白躺了4个小时，然后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走了。沈大夫，你说说看。有我这么憋屈的吗？有我这么可怜的吗？啊！你们说了一大堆啊，就想说明你们什么错都没有，错全在我们。可什么都听我们的，还要你们医生干什么？刘先生，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其实我们医生的心情跟您是一样的，也很难受。您不要太难过。沈医生，
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难过。我刚才站在床前，看着那个老太太，我心里就一直在想，这要是我爸该多好。可你说，他怎么就没这个命？还有你们那医生，跟我妈说那么多干什么啊？她就是那么个老太太，你要听老太太的，还有你们医生干什么啊？其实今天这事儿，我也基本都在场。我自己呢，也很懊恼。就是当时我为什么没有冲过去，为什么没有多说几句话？其实啊，有时候在向病人家属介绍这个诊疗过程的时候，会过分强调治疗带来的伤害，会让不懂医学的人呢产生强烈的恐慌感，导致这个检查做不下去。可是如果我们要是不说清楚的话，家属是很难做决定的。但是疾病呢，又是一个千变万化的过程，就是这样的两难。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吗？啊？真的吗？你们医生难道就一点错都没有吗？有，当然有。在整个的事情当中，医生和病人家属都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就是忽略了疾病的本身。整个的谈话过程，更像是一场基于自我保护的讨价还价。所有的人都怕说错话，所有的人都想把责任推给对方。所以今天这事儿呢，就是医患之间相互不信任带来的最坏恶果。在这个事情里，没有赢家，都是输家，而最大的输家，就是患者和患者的家属。行了，沈大夫，谢谢你跟我这么说。你先去忙吧。录了吗？应该没问题。你们医生难道就一点错都没有吗？当然有。怎么回事啊？跟家属说什么了？说这么长时间？别担心，我不过就是说了几句实话。以后跟家属说话稍微注意一点，一不小心就被他们抓着把柄。到这时候，还有什么是不能说的？说到底，就是我们中国人缺少死亡教育。当我们失去亲人的时候，总是要找出这是谁的错，否则就没有办法转移自己内心的恐惧和悲伤。还没吃饭呢吧？这么晚，来，把饭吃了。吃完饭之后啊，看看这个啊，没什么问题，签个字，明天就交上去了啊。哎，就这么简单是吧？除了写了一个 PC 检查受阻，整个过程困难重重，什么都不用写是吧？就这么简单？王博，你呢？当医生又不是头一天了，他报告上他没有这么写的呀。怎么不能写呀？啊，有什么不能写的？实事求是不就得了吗？你们就是看我笑话，整个医院都知道急诊科的住院总被放倒了，我这回丢人啊，丢到家了。我觉着你呢想多了，没人这么想，也没人这么看。曾主任挺你的职，那是为了你好，保护你，不想让你跟别人家属接触，这道理不明白吗？不明白，不明白，我到底哪儿错了？我怎么错了啊？所有处置不都是这样的吗？你是不知道别人家属有多强势，尤其他儿子，猴精猴精的，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他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王博，你是觉得你今天特委屈吗？但是你得承认，你今天这处置呢，它就是有点肉。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怎么肉了，程俊？咱们两个是朋友，就不是朋友的话也是同行。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我？你是落井下石，你不能这么干，知不知道？嘿，我说什么了？我就落井下石啊？你还觉得你没错呢是吗？曾主任、沈大夫一直在说你是大夫，你怎么能让人给你带沟里去呢？啊，你是医疗行为的主体，明白吗？我明白啊，
我是医疗行为的主体啊，那又怎么样啊？我说话谁听啊？你去看看现在的医生多窝囊啊！你说错一句，人家有10句等你。你说我错了是吗？你告诉我，我错在哪儿了？好，你觉得你没错是吗？没错。那我告诉你，你就是错了。你错就错在你没有将心比心。将心比心？我怎么将心比心啊？啊，万一我做主了，最后做了支架出了问题的话，谁负责？不是没出过这种问题吧？啊，对，你奶奶的情况，你奶奶的手术就是最好的例子。当时出问题了吧？你是不是很痛苦啊？你的情况就是你是本院的大夫，你奶奶大度不追究，所以没有引发另一场官司，没有引发另一场纠纷，对吧？照你这么说，人病人就跟着等死了呗？你别给我抬杠，我没说病人只能等死，我只是就事论事，我不服气。好，那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没有闹，我奶奶为什么没有闹。我没有闹的原因是，不管怎么说，人家邵主任在第一时间给我讲了实情。我奶奶为什么没有闹？第一，她怕我为难；第二，说难听点，她得的这个病，她知道她早晚都会死，所以她闹没有什么意义。对不起，我不该提奶奶的事儿。没关系。总之，要是错了，就得认错，不能死不认账。我凭什么认错呀？啊，我凭什么认错呀？啊，他们病人家属就没有半点责任？凭什么所有问题全推到我这儿了？我当然不干了。行了啊，王博，你呀已经钻牛角尖了啊！赶紧把那报告签完字，明天我好交上去。签这个，我不签，打死我也不签。我告诉你，我就想看看院里怎么处置我。我不服气，我不服气，我不服气。哟，38度9，真的，温度够高的啊。您去内科吧，这边走。谢谢。慢点啊。蓉蓉，吃饭了。蓉蓉，吃饭了。把饭拿走吧，我不吃了。你真不吃啊？今天又走了2个。一个车祸，一个心梗。蓉蓉，这也不是办法。你这么忙，这急诊室天天有人走，你为了哀悼逝者，动不动就不吃饭，这不折磨自己吗？我说过这件事上你就别劝我了，我发过愿的，不吃就是不吃。对不起，那我不劝你了，要不我也不吃了。如果不吃饭能让死去的人死而复生的话，那我宁愿天天不吃饭。长生，你不觉得今天的事儿特窝囊吗？刘老先生死的也太远了。话不能这么说，大家都尽力了。我的意思是，他都送到医院了，那怎么还……你要这么说，的确是挺远的。你说现在的人都怎么了？那怎么连大夫的话也不相信呢？王医生也是的。你说你就多说2句，怎么了吧？是啊，太可惜了。请进。刘先生，您好，这么早就来了？曾主任，我们是来复印病历的。这位是我请的律师，那2位是公证员。啊，稍等，我给医务处打个电话，让他们来人。还有件事儿，这里面是昨天晚上我们跟你们沈清川沈大夫的谈话。他在谈话里承认你们的住院医处置有错。曾主任，封存病历的事儿就让我的助理和律师去做吧，咱们还是谈谈这件事儿。刘先生，你这是干什么？有什么话我为什么不能当面说，非采取这种方式呢？哼，曾主任，我对你们实在是不信任。这是我昨天晚上连夜找人把谈话内容整理成了文字资料，你先看看。
喂，曾主任，您找我？小沈，你在什么地方？我在更衣室呢，有什么状况吗？一会儿查完房，你到急诊科大教室来一下，我有事儿跟你谈。好，我知道。曾主任，您找我？你坐吧。昨天你跟刘先生家属说什么了？他就是问了我一下抢救的过程。他们录音了，有些话内部说可以，但向家属说要小心一点。这话我告诉过你们。曾主任，我就是实话实说，没说什么过分的话。没说什么过分的话。我们的大夫在向家属介绍诊疗过程时，有时会过分强调治疗带来的伤害，会让不懂医学的人产生强烈的恐慌感，导致检查做不下去。在这件事情里，其实医生和家属犯了一个最根本的错误，忽略了疾病本身。谈话的过程就像一场基于自我保护的讨价还价，所有人都怕说错话，都想把责任推给对方。这话是不是你说的？是我说的。这些话有什么问题吗？昨天会上为什么不说？为什么和家属说？你不知道内外有别吗？小沈，你刚回来，有些事情不了解，你没做错什么，也没说错什么，但是对方找了律师，要拿这些话当证据跟我们打官司。曾主任，这件事情如果对方的家属要打官司，那就打吧。这个事情是明摆着的，双方都有错。王大夫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家属的问题更多一些。我们现在不愿意去指责家属，是因为他们还承受着失去亲人的痛苦。他们现在这么做，也是因为在心理上失去了亲人，无法接受。如果说我们可以好好的沟通，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件事情在科里怎么都好说，一闹到院里，医务处出面了，律师出面了，这事情要升级。那现在医院是什么态度？还不是赔钱，往下压，息事宁人。现在社会上对医生的误解这么多，医院又不愿意惹麻烦。每天睁开眼睛，这么多事，那么多病人，医生有谁有精力去打这个官司？曾主任，我反对，我反对这种没有原则的赔偿，这样造成的后果会非常严重。行了行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去工作吧。这是刘锡光先生所有的病历、抢救记录和化验结果。跟他谈完了，他认吗？走吧，到我办公室谈。